千年大墓惊现5岁女童阴婚墓葬，两男子共享一位女童，解開一段令人虐心的皇家秘史。當考古人員發現並進入墓室時，專家驚呼：這樣的倫理道德，怎麼在皇家貴族面前顯露得無比赤裸？古墓中3個未成年的幼童和極其奢華的陪葬品，這一切仿佛都在述說着位高權重，還有整個王朝的轟然倒塌的歷史事實。位高權重的夭折，也不忘傳達沒落王朝在地府貪戀女色的皇家故事。那麼這座墓主人到底是誰？為何在明明禁止陰婚陪葬，卻還要破戒而為之？今天我們不妨一起走進這個離奇的千年往事，解開皇家貴族的神秘面紗。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時間來到了2003年的山東臨沂，當時為了文化產業的需要，山東臨沂當地開始了擴建修復王羲之故居的工程。大家都知道，山東琅琊一直是王士德的主要根据地，但是在施工的過程之中，讓人沒想到的是，一個工人在一鋤頭挖下去，地面居然塌陷出一個大坑，並且從外面往下看，似乎是一座墓葬的形式。於是該工地的負責人立馬召集所有人，看管好現場，並把相關情況上報給了當地的文物管理單位。於是接下來自然是考古發掘了。在這一次的考古發掘中，考古隊挖掘出一座修建和出土文物頗為精美的古墓，特別是在一開始就挖掘出的泥土來看，考古隊就斷言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個大貴族。但是在開啟墓門和後續的整理工作中，卻牽扯出一段虐心的皇家秘史。在開啟墓門之後，首先可以確定的是一座修建頗為考究的磚室墓，整座墓葬分為前後部分，前面用來祭祀，後面擺放墓主人的棺椁和隨葬品。特別是在後室的修建上，為了防水，相關的設計頗為考究，呈現中間高、兩邊低的特點。在清理相關的淤泥和塵土的時候，這座墓葬豐厚的陪葬品給了考古隊相當大的驚喜。從金器到漆器，一共有250多件隨葬品出土於此墓葬中，並且制作精美。而這些隨葬品在器物上面大部分寫着太康的字眼，這就說明這是一座晉朝時候的墓葬。在清理完隨葬品之後，最重要的步驟就是開棺了。但是這座墓葬的棺材都比較小，甚至在西邊的墓室中，棺材更是只有2米左右的長度。在開啟棺材之後，考古隊發現屍體上甚至沒有橫牙，因此推測這具屍體去世前還不足7歲。不過在這棺材裡面放置了大量金器隨葬物品，黃金珠子、金項鏈、金釵等比比皆是，甚至女屍的雙手之上還戴着11枚金戒指，可謂是裝點到了極致。隨後在東邊的墓室裡面，考古隊同樣發現了2具更小的棺椁。打開棺椁之後，考古隊發現其中也是2具嬰孩的屍骨，甚至這2具屍骨都只有1到2歲。一開始，考古隊面對現場的情況有點摸不着頭腦。首先從墓葬的形制，這座墓葬的墓主人絕對是大貴族，並且雙墓室的情況可以推斷這是一座合葬墓。既然是合葬墓，為什麼裡面放着3具棺椁？在現場的勘查之中，考古隊也沒有發現相關的後續下葬的情況，那麼也就可以說明這3具嬰孩的骸骨是同一時間下葬到這座墳墓裡面來的。根據現場的情況，考古隊根據相關的經驗，於是大膽地想到，這會不會是冥婚的葬制？因為在古代，貴族家的孩童在去世之後，父母長輩就會替他們找一個年齡相仿、同樣夭折的孩童進行合葬，算是有了夫妻之禮。那麼有了相關的思路之後，考古隊開始大量的翻閱史書，印證自己是不是判斷正確。在翻閱了資料之後，果然找到了線索。首先從地理位置來看，臨沂當時屬於琅琊郡，
而整個晉朝和琅琊能聯繫得上的親王就是琅琊王司馬睿。但是司馬睿最後成為了東晉的開國皇帝，因此他把這個無比尊貴的爵位賞賜給了兒子。但是這個兒子早早便去世了，於是司馬睿又把琅琊王的爵位封給了孫子司馬安國。但是也不知道這個爵位是不是有什麼問題，這位剛剛即位的新琅琊王也早早去世。這個時候司馬睿的心理打擊已經很嚴重了。沒過幾個月之後，自己最喜歡的小兒子司馬奂也得了重病，病急亂投醫之下，司馬睿想到了一個辦法，那就是所謂的沖洗。但是這個沖洗的辦法可能找錯了，琅琊王魔咒再一次的找上了自己的孫子司馬安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司馬睿悲痛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，於是他為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除了進行風光大葬安排之外，還特意給地下的2位安排了冥婚。但是這種情況遭到了朝廷上下的反對。首先，從周朝開始，所謂的冥婚就被朝廷明令禁止。其次，叔叔和侄子安葬在一起，更是聞所未聞的事情，完全不符合封建王朝的傳統禮儀規制。雖然東晉的門閥勢力極大，甚至達到可以操縱皇帝上下的地步，但是作為開國皇帝，再加上在繼位的時候，世家裡面的头头王導支持司馬睿，因此在這種個人私事的安排之上，司馬睿還是有着一定的話語權。於是司馬睿首先在琅琊地區修建了一座豪華的墓葬，把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這一對叔叔侄子給安葬在了一起。此外，司馬睿在世家裡面找到了同樣早夭的女孩，3人安排在了一塊。這個女孩就是這對叔侄的姻親。無論是這對早夭的叔侄，還是陪伴他們在地下1000多年的那個小女孩，應該來說都是不幸人。那麼在以1000年之後，隨着那位建設工人無意之間的一鏟子，除了給世人展示了一座屬於東晉精美的地下大墓，給國家貢獻了一座文物保護單位之外，也給了後人數不盡的唏噓。同樣，冥婚這種封建時代的陋習，自然也需要其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。那麼你怎麼看待這位皇子皇孫同娶一位女孩作為姻親的事情呢？